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看就会、一学就废的咖啡机大保养。今天我们要保养加改装一台2020年的辣妈 Mini。这台咖啡机经历了很多，改过2次颜色。最初它应该是红色的，后来改为了绿色，再后来又改成了白色。2次的改色都比较粗糙，拆机后大家会知道为什么这么说。此外，机器还有很多的小问题。名牌在改色的时候被覆盖了多种颜色，底座也有严重的变形。顶板螺丝全丢了，原本都是1字螺丝，这几个10字螺丝也都是从机器里面拆下来的。加热灯和水灯的小贴纸也都被覆盖上了。Le Marsico 的 logo 被喷了2次漆，接水盘里也进了白漆，但又没完全盖住黑色。温度调节盘安反了，而且还变形了。后壳的螺丝没有固定好，上下松动，后壳上还有胶。萃取拨杆有摩擦感。开始拆机。首先拆卸的位置是咖啡机的蒸汽和热水旋钮，旋钮的盖子直接拧开就可以了。在盖子的下面有一个开口销，开口销的拆卸比较困难，需要一定的耐心。旋钮内的油状物是阻尼油，这台机器的阻尼油因为自身氧化还有里面垫片的氧化已经变黑了，我们在安装时要换成新的。取下开口销后，便可以把旋钮拧下来了。萃取拨杆下面是2个10字螺丝，部分机器可能会添加螺纹胶，好在这台没有加。取下顶板的4个螺丝，正常这里是4个1字螺丝，卸掉顶板。然后开始拆卸鬼脸，鬼脸后面有4个螺丝，空间比较小，拆卸同样需要耐心。拆卸旋钮后的大螺母时，我们垫了一个眼镜布，这是为了避免划伤机器。正常这2个螺丝都是很紧的。卸掉加热灯和水灯，冲煮头2侧还有2个萃取照明灯。取下温杯盘，开始拆卸顶板。这台机器的顶板缺了好几个螺丝，已经导致顶板发生变形了。萃取时还会有震动的声音。下面还有2个螺丝是用来固定背板的，这个位置我们叫它 mini 耳朵。这4个螺丝就是固定后壳的，拆卸时注意不要刮伤机器。拆下后壳前还需要把温度调节的轮盘拆下来。拆后壳时需要向两外掰开一点，新机器后壳会固定得很紧，需要2侧交替用力的向后，这台不需要。拆掉固定冲煮头外壳的4个螺丝，这里用的是长螺丝刀，如果螺丝刀短，可以把碍事的管线先拆掉。先把热水出水口取下来，调整好蒸汽棒的角度，缓慢的一点点取下冲煮头外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看到整个冲煮头，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色的油漆。之前改色的时候应该是直接在机器上进行的喷漆。此外，冲煮头上的排水口、进水口、泄压口已经泄漏，这些白色的东西就是水垢。咖啡机的内部还有一只小蜘蛛，咱这里安了家。我们先放掉咖啡机蒸汽锅炉和萃取锅炉内的水，因为排水口不是在锅炉的底部，所以内部会残留一点水。这里是咖啡机的热水管道，连接在蒸汽锅炉的底部，卸掉锅炉的连接即可整根取下。如果蒸汽压力充足，也可以通过热水来排空蒸汽锅炉。蒸汽管道这边和热水管道类似，整根取下即可。拆掉萃取锅炉的上水管、泄压管，这2个部位都已经漏水了，这些白色的水垢就是长期漏水留下的痕迹。这是咖啡机真正的萃取开关，萃取时拨杆控制这个开关，进而开始萃取。视频开头的摩擦感就是拨杆和开关摩擦，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铁屑。拧松冲煮头2侧的固定螺丝，这2个螺丝很紧，而且还有螺纹胶。冲煮头顶部还有一个固定的长螺丝。然后再卸掉冲煮头后方电磁阀的管道，这样冲煮头就可以取下来了。取下的时候注意电线和管道。拆掉蒸汽锅炉上的2个过热保护开关，蒸汽锅炉上的过热保护都是140度的，超过140度就会弹起断电，让锅炉停止加热。如果弹起，重新按下去即可恢复使用。现在开始拆咖啡机的蒸汽压力表，这个接头内部还有一个小堵头，注意不要弄丢了。
然后拆掉另一边的萃取压力表，注意事项和蒸汽压力表相同。取下接水盒，这个接水盒连接了自动下水，但是管道有点偏细。开始拆卸咖啡机前面板。Mini 不管什么颜色，前面板都是不锈钢的。这台机器还要进行一个改装，全身都改成哑光黑，前面板同样要改色。正常这里有3个泄压口，萃取泄压口直接断开了。开始拆咖啡机的水泵，辣妈 Mini 的水泵使用的是旋转泵，之前应该是拆卸过，螺丝有点安装错了。这台机器的上水改为了自动上水，正常这块应该是连接着水箱，水泵还有一根地线需要取下。拔掉蒸汽锅炉上的一些电线，卸掉固定锅炉的螺丝，另一侧的螺丝同时固定锅炉和水泵，已经提前拆下了。取下蒸汽锅炉，注意管线，锅炉内还残留一点水。取下泄压口以及一些起支撑作用的部位。取下咖啡机的电源开关，内部有卡扣，从外面是取不下来的。现在开始拆卸蒸汽锅炉上的一些小部件。这是蒸汽锅炉的真空阀，控制蒸汽锅炉与外界是否连通。老版的迷你是金属的，新款的迷你和迷你 R 都是塑料材质的。这个和加热体很像的管道是一根预热管道。冷水在进入萃取锅炉之前，会先经过这个管道，在蒸汽锅炉内部进行一个预加热。现在拆的这个是蒸汽压力调节装置，上面有一个一字螺丝，顺时针调大压力，逆时针调小压力。这个像压力锅的部位是咖啡机的安全阀，正常应该是竖直的，这个应该是之前拆过没摆正。这个就是蒸汽锅炉的水位探针，控制锅炉内的水量，安装时一定要注意角度。拆卸蒸汽锅炉的加热体，这个可能之前更换过，正常电线是用热缩管来绝缘的，而它是使用电胶布缠上的。轮到咖啡机的冲煮头了，辣妈 Mini 是集成式冲煮头，上面是锅炉，下面是冲煮头。现在在拆的是一个 U 型管道，萃取锅炉内的水就是通过这根管道进入冲煮头。拆掉控制管道通断的电磁阀。拆掉固定萃取锅炉盖子的大螺丝，这几个螺丝非常紧。然后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萃取锅炉的内部了。正常应该是不锈钢色的，但是它却很黄，内部也有一些水垢，而且胶圈的形变也比较严重了。拆掉排水口，这块漏的也比较严重。另一边这两个，一个是泄压口，一个是上水口，同样因为泄漏导致水垢严重。卸掉固定冲煮头部位的螺丝，同样很紧很紧。开始拆分水网，这个分水网应该更换过，原厂应该有辣妈的狮子 logo 才对。取下冲煮头胶圈，内部的咖啡渣、咖啡渍比较严重。
现在拧的螺丝是固定萃取锅炉加热体的螺丝，集成式冲煮头是干式加热，加热体插在整块不锈钢中，而不是插在水里，加热整个冲煮头，加热效率更高。加热体一共有2个，加热体的表面是硅脂，安装时我们会处理干净并重新涂上硅脂。这个是冲煮头的温感探针，用来确保温度的稳定性。这个是萃取锅炉的出水口，咖啡机的限流阀就在这个位置。这个是冲煮头的进水口，萃取锅炉的水从出水口经过限流阀流出，再从这个进水口进入冲煮头，继而萃取咖啡。把固定用的螺丝也取下来，等会这些滤漆也都要给去除掉。取下咖啡机的名牌，这个名牌在之前改色的时候都没有取下来，使上面残留有绿漆和白漆，等会也都要清理。将机身上的2个 La Marsico 的 logo 用热风枪烤下来，这2个同样经历过之前的2次改色，原本应该是白色的，而后又盖了一层绿色，然后又改为了白色。